形成一片火海，硬生生的将萧炎的无形巨龙之声笼罩其中，散发出恐怖的火焰力量。这道绿色火焰难道是神火？无比炙热的高温仿佛能够焚化一切。萧炎也是没曾想到，对方竟然还是一位拥有神火的神蛟。自己的神魂攻势被对方突如其来的神火吞噬焚烧之后，萧炎的身躯也是微微一抖，仅仅在一个交锋之下，对方就爆发出了如此强大的力量。看样子神罗殿派出来的神蛟怕是不凡。不过这道绿色神火但是让萧炎有些熟悉，因为在几年前的炼神丹大会中，在那位神罗殿的帕加罗手中到时见过。但是萧炎的目光在那艘方舟上扫荡过去时，却没有发现帕加罗的身影，全都是一些陌生的全新面孔。看来之前来参加炼神丹大会的人都没有来万界圣子争夺战啊，而是派出了更为强大实力的神蛟。有一点让萧炎有些想不明白，为何难道神火之前明明是帕加罗的火焰，为何现在又成为了这位神罗殿神蛟的手中？神火还能这般易主不成？就在萧炎回想着的时候，那艘神罗殿的方舟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周边。神魂力量强大，有意思啊！炼神丹大会的第1名果然不是虚名，我乃神罗殿的神蛟神延虚，刚刚出手也是因为被人窥探才出手试探一二，希望萧炎兄不要见怪。一位站在10道身影的最中间，宛如雕塑般完美的男子，英俊的五官映照着阳光，散发出一股极其庞大浩瀚的气息，恍若一座不可撼动的高山。男子身着一袭金衫，腰间系着一块古朴的玉佩，玉佩隐隐散发出与之契合的荧光，身材修长，他的一双眸子深邃如夜空，闪耀着聪明狡黠的光芒，使人不敢轻易接近。萧炎的名字同样在炼神丹大会结束后，在他们的传荡开来。当时很多神罗殿之人还不太相信，那叫萧炎之人能够在炼神丹大会获得第一。今日神延虚也是对着萧炎略微的试探，结果对方的实力的确也不简单，看来万界圣子争夺战似乎变得有点意思起来。萧炎也是出于礼貌性的对着神延虚拱手示意道：延虚兄，真是哪里的话，我也就运气好罢了。不过你们神罗殿的帕加罗4品药神的炼药术倒是让我都惊叹不已。呵呵，萧炎兄不仅实力强大，就连说话都如此低调。神延虚露出那似笑非笑的表情，而后他又将目光扫向了萧炎身边的灵动和沐尘2人。旋即他双眼微眯，他的内心中总有一股感觉，除了萧炎兄之外，这2位男子的实力也深不可测。不过在他看来，就算再深不可测，留到最后的只有他，因为他才是真正的万界圣子争夺战的第一人。然而就在这时，虚空中又在撕裂空间中使出一道更为特别的超级方舟，因为这方舟并不是实体的存在，而是由一股什么玄妙的能量凝聚而成。周围的所有方舟上的神奇强者纷纷投去震惊一样的目光，这样的一艘方舟，他们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有。这是来自何方势力的神奇强者？为何他们的方舟如此特殊？我仿佛感受到了一股无比玄妙的能量在这艘方舟上无尽的散发出来，仿佛在引动自身的气运。一些势力强者纷纷出声，被眼前的这艘特别的方舟给逐渐的吸引。此时现场瞬间躁动起来，就连超神巅峰势力的那些神蛟都投去凝重的目光，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一股气运波动。在整个诸神万界之中，拥有气运气息的恐怕唯有中神州的超神巨擘势力，也是一道直接感和神奇联盟对着干的庞大势力——神元宫。哈哈，神元宫没想到你们也来了。一道声音从遥远的虚空中传来，带着一股恐怖的天地威压，形成空间巨浪席卷开来。不少势力神奇强者的方舟竟是在这股空间巨浪的席卷之下，引得周身剧烈的摇摆起来，就连方舟上的那些身影都东倒西歪，心中更是一惊，如此强大的压迫感还是首次见到。只见在众强者那惊恐的目光中，一道属于神奇联盟那独特标志性的超级方舟从巨大的撕裂空间中驶出，最后降临至这片虚空之中。随着神奇联盟的超级方舟出现，那道恐怖的气场顿时间覆盖了现场所有方舟的气势，仿佛神奇联盟一出现，所有势力方舟都会变得黯然失色。当然也有不受神奇联盟压制的势力方舟，那么最典型的就是神元宫了。神元宫的方舟之上只有5道身影，而神奇联盟的方舟上则是足足有10道身影。刚刚那股恐怖的威压，就是这10道身影中那位身穿一袭金色衣袍，衣袍之上还有一身龙图，头戴地冠，双眼细长，竟是天生长着一副笑脸。不过对方的脸上笑容却是给人一种阴森之感，并且手持一柄金色龙形大刀，散发出极其可怕的刀气，浑身上下流动着一道磅礴的金色神元之气，隐隐间能够轻易引动一股可怕的力量，使得天地都为之变色，让现场的众神奇强者在那么一瞬间都无法呼吸。而他就是神奇联盟9域天神阁的大神君天龙。神奇联盟的大神君，没想到你竟然会来，怎么你也来争夺万界圣子之名？说话的是神元宫的二主母武瑶，她的声音优雅动人，但却蕴含着一丝不可撼动的强大能量。见到神元宫的二主母说话，天龙大神君则是微微一笑的回答道：当然，毕竟我还没领悟大周道法，
所以为了能够使得自己的实力突破天位之谷，我只好前来获取大道机缘路这等机缘了。你们神元宫不也是为这而来吗？还是说你们还有其他目的呢？天龙大神君的眼神中透露出能够看穿一切的精芒。我们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当然是要将你们神奇联盟出局。万界圣子之名可不好拿。此时苏有微声音低沉，不过言语中却是散发出完全不惧神奇联盟的勇气。哈哈哈，不愧是神元宫的二主母，气魄倒是有了，就是不知道在万界圣子争夺战中，你们还会有如此这般坚挺。天龙大神君似乎完全不将武瑶和苏有微放在眼里，因为能够他惧色的只有元尊。然而此时在丹神塔的方舟内，灵动和沐尘的目光中充满着一股杀意，因为他们见到了当初将他们变成玉灵样子的就是天龙大神君。原本那时候进入神奇联盟后会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然而变得生不如死，在那暗无天日的天域中，他们无法反抗，任由他们指挥控制，这仇他们二人可是会加倍奉坏回去。天龙大神君就是他们的第一个人选。一股惊人的气息逐渐的从灵动和沐尘身上传出，似乎在这一刻他们已经按耐不住内心中的愤怒，强大的恐怖气息开始弥漫这片虚空，令得在场的所有势力神奇强者纷纷感受到浓浓的杀意。他们也是从神奇联盟和神元宫收回目光，看向了丹神塔方舟上，因为那股磅礴的杀意就是从他们这里散发出来的。神罗殿、天罗殿以及阴阳殿等超神巅峰势力的神交也同样投去异样的目光，特别是神延虚，刚刚他就感受到灵动和沐尘二人的实力深不可测，现在看来他们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足够让他们都得认真对待。当然神奇联盟的天龙一股强大的杀意正在向他笼罩而来，面对对方如此，他的脸上露出不屑之色，然后伴随着一声冷哼，一挥手，一股强大的神怨之气带起空间巨浪朝着灵动和沐尘席卷而去。空间巨浪所过之处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只要被这股力量击中，不死也得是重伤，毕竟这乃是一位巅峰天位神所施展出来力量，寻常天位神自然无法抵挡。可是灵动和沐尘可不是寻常天位神，一位炼化了10道祖符的本源，一位炼化了7座原始法身的本源，更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们的修炼已经得到了最大的蜕变，所以即便面对天龙大神君的攻势，他们也能够应对自如。轰！空间巨浪滚动，最终双方的力量撞击在了一起，灵动身上爆发出10道光芒，那威力恐怖至极，沐尘7道金光闪烁，原始力量更是无坚不摧。随后在周围无数道震惊的目光中，双方的力量竟是达到了一个极致，彼此吞噬，空间也难以承受，开始扭曲，一瞬间光芒四射，笼罩了这片整个虚空。待得光芒消散之后，灵动和沐尘二人依旧相安无事地站在方舟之上，而天龙大神君的眼神倒是多了一分惊异，他也没有想到才过了几年的时间，这两人竟然不仅凝练出了新神体，而且实力也得到了巨大的飞升，这足以让万界神教都惊叹不已，就连9域天神阁的大神君都感到匪夷所思。几年不见，你们二人的实力竟然今非昔比，不过也不要以为凭这样的力量就能够找我报仇，因为我的力量依旧是你们无法抗衡的存在。为了让你们死得彻底，接下来万界圣子争夺战中，我会好好招待你们二位。天龙大神君也是放出狠话，心里也是暗自吃惊，灵动和沐尘二人这次不出，恐怕日后他们的实力将会更加的精进，所以天龙大神君也决定借着万界圣子争夺战彻底的将灵动和沐尘二人击杀，这一次他们的神体神魂二者都得消失，让他们无法再次重生。好，我们等你，希望你可不要死在万界圣子争夺战中。前不久听说你已经死过一次，如果再死一次，那么就算是你们神奇联盟的轮回盘也无法将你们复活，这个仇我们会100倍1000倍奉还给你。天龙最后2个字落下，语气也是加重了许多，但现在并不是报仇的时机，所以灵动和沐尘将杀意收敛体内，待着下一次彻底的爆发。然而此话一出，让周围充满异样眼光的那些神奇强者更是表现于无比震惊之中，仿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两人竟然如此的大言不惭，想要挑战神奇联盟的天龙大神君。天龙大神君的实力乃是巅峰天位神，更是达到了9重天位神巅峰的层次，距离半道神也就是1步之遥，而这1步之遥便是此次他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的原因。一旦成功的获得大道机缘路，那么凭借他自己的天赋，必定能够领悟大咒道法，届时一举成功突破止步已久的天位桎梏，从此神奇联盟之中又会多一位半道神，甚至是大道主神。这样的话，神奇联盟的底蕴又会变得更加强大。虽然如今的神奇联盟已经是无神能够撼动其丝毫，但是又多一个主神，恐怕神奇联盟距离彻底的统治诸神万界，甚至整个第1等级世界已经不远了。随后他们从震惊之色逐渐的转变成同情之色，他们同情灵动和沐尘，不应该这样说话，就算有仇恨，但他们的身份乃是神奇联盟，就算是在场的所有势力强者都是惹不起的存在，更何况
最近神奇联盟已经登顶神界之巅，甚至将神元宫和丹神塔都压了一头，因为他们那位神龙不见神尾的神奇联盟盟主已经出关，而且更是以3道合一登临造化。先不说的不得罪神奇联盟，就算不得罪神奇联盟，恐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诸神万界都将会掀起前所未有的浪潮，而这道浪潮便是能够彻底的更新如今的万界之衡。所以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林动、沐尘二人竟然敢对神奇联盟这般口气说话，而且还主动招惹他们，给自己留下必死之路，这简直就是无知，简直就是找死啊！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林动、沐尘根本就不惧神奇联盟，就算他们不找上自己，他们也会主动攻上九域天神阁，将整个九域天神军搅动一番，击杀天龙大神军。毕竟他们一直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已经是一个必然之事。